Hello， 大家好，我是伟轩。很快啊，我们就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份啊，也就是壬戌月。不知道大家上个月啊过到怎样呢？就我本身而言啊，在上个月啊，其实我也特别的感受到这个辛酉月的一个能量。所以啊，我在9月的时候啊，我就本身也做了很多的一个调整，更细微的一些改变。这样子啦，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上个月提过的话，辛酉啊跟这个癸卯就是一个相冲的一个能量，所以很多事情啊都会让你感觉啊你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那壬戌啊这个月份呢，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个能量或者怎样的一个机会呢？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来一一的为大家拆解。那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月份呢，它会考验你在面对压力或者面对更多的一个责任的时候，你是如何去应对的。因为在这个月份啊，这个卯跟戌啊是相合的，所以它代表呢，就是你跟这个所谓的太岁，所谓的当权者、权位、地位比你高的一个人的一个关系，你会跟他走得很靠近。所以啊，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月份啊，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责任，或者更多的一些权利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你被赋予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因为你看这个戌，在今年啊，他们得到的一些吉星呢，是有紫微啊、龙德啊，还有岁合啊这些。其实这些代表呢，都是你的权力地位啊，你的个人的一个责任，你所负责的一些事项啊，都会大大被提升这样子。那在这个月份啊，你想要提升，那不是很好吗？那其实啊，你被提升的时候啊，它才是真正开始考验你的时候啦。因为你不要忘记啊，不是每个人呢，当他得到更多的权利或者更多的一个责任的时候啊，都是个很好的去应对的。你看这个月它的一个凶星，也已经在预示着了，如果你不能很好的去处理这个突然间被赋予的一个权利的话，你会面临的是我们的凶星有什么？有暴败啊，有天恶、天煞这些星呢，它都代表啊，就是说你看似啊，你上升到很快，你的地位突然间被提升，但是啊，因为你处得越高，你跌的也会越痛啦。我会说，就是这个月份啊，你可能要多谨慎，看清你自己是怎么去玩这个游戏，去怎样去应对你在职场上或者你在生意上，你可能突然间得到的一些名望啊，或者一些地位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就是壬戌月呢，也是算是最后一个机会啊，让你去掌握、去把握我们今年这个癸卯年的一个能量，或者癸卯年的一个机会。所谓的癸卯年的机会是什么呢？其实癸卯年啊，它就是一个竞争非常多，但同时赚钱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一年。那它唯一的问题呢，就是说很多人啊很难去掌握，去好好的把握这个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们会被很多的外在的竞争，所谓的很卷啦 ，OK 的一个情况，导致呢他们会很多的迟疑，很多的无法行动，然后他们会担心，然后他们无法很好的掌控好这个所谓的赚钱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壬戌月呢，会觉得啊，你可以再做最后一次的冲刺吧，就是说年尾的最后一个冲刺。那很快呢，我们在11月啊、12月呢，我们就会迎来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明年，也就是甲辰年。那这是第二点。接下来呢，我就会分析啊10个日主啊，他们在进入这个月份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的一些机会，他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情况，你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那首先第一步啊，你当然要知道自己的日主是什么啦。之前已经拍过一个视频，你们可以去这里看，要怎么了解自己的日主是哪一个。那如果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啊，是甲木。OK， 这个甲木呢，它进入的是一个偏印还有偏财的月份，它代表的是你们这个月份啊，会有一个新的一些赚钱机会，你们可以去尝试啊，去探索。但是啊，因为甲木啊本身呢是一个比较不太喜欢改变的人 ，OK， 他们可能比较固执，比较坚定一点。那所以呢，我会觉得啊，甲木的呢，你可以往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专业，或者你本身啊所理解的一个行业，你所理解的一些环境
从中呢去找到你可以发展的机会。因为甲木本身啊，它就是一个非常深耕在某一个领域过后啊，它就很难去改变，去换成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人。那所以他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从他自己本身最熟悉的，然后去好像 branch out 去伸展它的树叶、它的树枝这样子啦。那乙木呢，它是来到正印还有正财的一个月份，那它代表的是它提示你要很好的去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资源。大家要记得啊，我们的资源啊其实是有限的，无论是你的时间啊、你的精力啊，还有你的金钱。那这个月份啊，就是一个让你很好去学习如何去管理，更加有效率、更加有系统的去运用这些资源来帮助你。那对于乙木啊，甚至你的人际关系，就是你认识的朋友啊，你的社交网络啊，其实也是你的资源之一。OK， 所以你要如何的去更好的去管理，如何的更好的跟他们互动，你可以去开始去思考要如何去提升这些资源的分配上的一些事情。好，这是乙木。那第三个我们叫丙火。丙火这月份呢，它进入到的是七煞还有食神的月份。那它要提示你的就是在这个月份呢，你要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坚定去解决一些问题。就是丙火本身呢，它见到刃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你要想象丙火看到海水，就是太阳照射在海洋上的时候是不是一个非常耀眼、反光非常强烈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它代表的就是说，这个丙火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这样它的作用就会更加的被放大。那其实它的代表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更加的勇敢去解决一些问题，会更加的勇敢去提供你的一些很独特的见解去帮助其他人呢解决他们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你要记得你是丙火来的，所以你不需要害怕别人对你的一些批评，别人的一些意见、一些指责。OK， 你只要继续做你的丙火，也就是你是太阳，你在高高在上，在天上，你去照亮全部人，去解决其他人的问题就没有事了。OK， 好，这是丙火。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火。那丁火这月份呢，它是进入到正官还有伤官的月份。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丁火，因为我们伤官见到官。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一个情况。这个月份呢，你可能要多注意要如何跟你的上司，如何跟地位比你高的人，或者一些掌权者，或者一些当权的人，你要如何跟他们沟通 ？OK， 因为你这个月份呢，你可能会特别的想要顶撞他们啦。OK， 你很想跟他们，你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子？ OK， 因为丁火本身是有时候脾气比较躁一点 ，OK， 你们会很心急很躁，然后就觉得为什么不可以？OK，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老板你的意思去走呢？所以我会觉得呢，对你可能有一些意见，你有一些想法，那我会觉得你可能要多留意的是你如何去把这个想法、你的一些意见。有效的去传达给你的老板啦。好，这是丁火。那第五个呢，我们就来到戊土。那戊土这个月份进入到的是偏财还有比肩的月份。那戊土这个月份它有的一个提示它代表的是你可能自己本身还有一些地方呢，是你可以拿来提供给这个市场，提供给别人的一些价值。那戊土唯一的问题这个月份就是它可能真的会比较难动起来。OK， 因为它又是遇到了比肩，就是说戊土又有戊土，所以它可能会更加的不想去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月份呢，你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你去把你所知道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或者你的一些个人的专长OK， 去提供给这个市场，去赚取更多的一些收入。所以戊土这个月份呢，我会只是说，你只要记得就是一直要动就是了，你不要再待在原地，你只要去尝试去动，那你可能就可以得到这个月份的一个好处。那第六个呢，我们来到己土。那己土这个月份呢，是一个正财还有劫财的月份。那这个呢，又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组合啦，因为你看正财跟劫财，
他们有一点像是有点不合，一个相冲的一个能量这样子啦。所以它代表的是啊，你可能很想要去很好的管理你的钱，但是你还是有一个挑战，就是说，哎呀，我还是想花掉这笔钱，很想去消费，很想去享受。所以呢，我还是可以提示你的，就是你可能啊，真的要去多留意自己在这个月份呢，要如何去管好自己的钱财 ，OK， 做更好的一个管理还有分配啦。那基土啊，可能在这月份呢，会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说你会以理财之名啊去做花钱之事这样子啦。OK， 可能你这个月份呢会花很多钱啊，可能去上了一些理财的课程，或者去请一个理财的顾问，或者去投资一些理财的一些产品。那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我还是要提醒的，就是你们要很留意的是，那个是真的需要的吗 ？OK， 那个人是真的可以帮到你的吗？还是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花钱的一个欲望 ？OK， 那这个月份呢，我会提醒大家要多留意这个事情啦。那第7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啊，这个月份是食神还有偏印的一个月份。那这2个能量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创意、非常与众不同 ，OK， 跳脱思维的一个能量。那所以在这个月份呢，庚金啊是非常好去思考要如何跳脱原本的一些框架，你原本的一些做事方式，去思考啊，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去做你现在的事情。那如果本身啊，你是在一些创意的行业啊、设计的行业啊，还是你本身是自由工作者，是创业的，那其实是非常好啦，这个月份，因为你会有很多的新点子、新的尝试，去把它落实下来啦。OK， 因为庚金的话，其实是他们在有很多点子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可以比较好的去落实的一派的人。所以这个月份呢，我会鼓励的说，就是说，你就去多尝试吧，都去把它落实下来。或许啊，有哪一个点子啊，就是可能成为了你接下来的一个事业的一个新的发展，也说不定。那第8个呢，我们就来到辛金。那辛金呢，它这个月份是一个伤官还有正印的月份。那辛金啊，当它遇到壬水，也就是它的伤官的一个能量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OK，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辛金啊，它就是要表现的，它就是要去让人家看到它。OK， 所以在八字的分析里面呢，我通常都会建议，就是说辛金它要多用这个所谓的壬水。那所以在这个月份啊，是很好的去表现，去很好的去 showcase 这个你本身所有的一些专业的能力或者一些专业的知识，因为正印啊代表的是你一个专业的一个身份，你个人的一个能力这样子啦。所以辛金啊这月份呢是蛮好的，如果你刚好啊有在工作上啊或者在外面啊，你刚好有一个机会啊让你去表现的话，我是觉得你可以勇敢的去接下这个机会，然后去表现，去呈现你自己的一个专业的知识啊、专业的能力啊。那对你接下来啊这几个月份啊，就是2023年剩下的这个月份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啦。这就是辛金。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那壬水啊，这个月份是比肩还有七煞的一个月份。那这个月份啊，它其实提示你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方向，针对你个人的一个发展啊，你要有一个方向去做。那所以啊，我会说呢，就是在这个月份呢，你可能啊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为自己做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些计划，去看啊你未来呢，甚至是可能明年啊，你是要往哪里去发展，往哪里去走。因为壬水啊，在这个月份呢，你可能也会比较集中，就是你的个人的一个专注力，你的个人的一些精神啊，不会这么散漫，不会这么的到处飘 ，OK， 你可能会比较集中一点，比较专注在你自己本身的一些事情上。所以啊，我会提议的就是说，你可以啊，让自己有一个时间啊，去做一个计划这样子啦 ，OK， 尤其是针对你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好，这是壬水。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这个月份呢，是进入到劫财还有正官的一个月份。那癸水呢，这个月份呢，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去提升你的这个所谓的影响力。OK， 你这个所谓的个人的一个魅力，这个能力啊，它是让你
在职场上，或者你在工作上啊，你的地位啊可能会因此而提升啊。OK， 因为你在工作上啊，当你可以发挥更大的一个影响力，你更容易说服人，更容易传达你的一些个人的意见，还有一些想法的时候啊，那大家就会觉得啊，这个癸水啊，我这个月份我特别的服你 ，OK， 我特别的想跟随你，那所以你就会因此啊，你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啊的一个环境里面啊，你的地位就慢慢的被提升了。所以啊，癸水啊，我这个月份呢，我会更加的专注在你个人的一个表达能力。个人的一个说话的技巧是不是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啦？那如果你是很好的话，这样你就会因此而受益于这个月份的一个能量。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啊，在这个月份所会有的一些机会还有情况。这期视频呢，我就分享到这里。那不知道大家对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就是说我把2个视频的内容啊浓缩更短一点，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视频。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要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去看啊。这个壬戌月它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月份？好，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